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糟糟猫，今天继续带大家体验8天7夜皇家加勒比邮轮之旅。这趟旅行我们一共在加勒比海停靠了4个港口，中间有2天航海日。前几期我们介绍了邮轮上的吃喝玩乐和罗阿坦岛珊瑚礁浮潜，这一期会带大家探访神秘的玛雅金字塔。早晨9点，邮轮停靠在了墨西哥 Costa Maya 港口，从港口出来就是马哈瓦小镇。这里以前是个只有200人的小渔村，而自从邮轮来到这里，这片地区的村庄就焕发了生机。这个港口每天最多可以接待3万游客。我们吃完早饭后就出发前往码头，准备探秘 Chakchoban 金字塔。我们今天依然选择了和邮轮合作的旅行社，我们报的是 Chakchoban 遗址 Exclusive Drive， 是个精品小团，一个团有7、8个游客，配1个导游，一个人100刀。如果报大团的话是几十个游客，价格会便宜一点。坐上车我们就出发了。码头出口这里有一个假的金字塔。这个小镇的经济主要依靠邮轮带来的旅游业，疫情对小镇经济打击很大，直到最近才慢慢恢复起来。导游给我们展示了玛雅文字写的他的出生证明。导游是本地人，出生长大都在这里。我们路过了导游村庄的小墓地。还有一个小教堂。坐车1小时后，我们到达了目的地 Chakchoban 金字塔遗址。This whole area was overgrown by jungle. So when the people made a camping field, first of all, did you guys notice the house that was beside the parking lot? There's a house there. Okay, that's where we parked. That's where they made the camping field. That's where the 16 families were left. But this whole area was supposed to be cleaned so they could make their ranches and their homes. Okay? Once they started cleaning, they started realizing that there was a huge mound and a lot of stone. So they started carrying all that stone to the community area and they started building their homes. Okay? They didn't know that there was a Mayan temple here until the government got there and they said, okay, you need to stop lootering the archaeological site. And that's when they reported it in 1972. So very, very recently. Okay, so welcome officially to Chakchoban. Chakchoban 金字塔建造于公元前200年。公元前900年的时候，玛雅人遗弃了这个城市，所以他们一共在这里生活了1100年。Chakchoban 被挖掘出来的金字塔一共有3座，这是我们看到的第1座金字塔，叫做24号神庙。So this is actually the 3rd layer to the temple. So it was like built upon it. Okay? 正如导游说的，对于玛雅人来说，每52年就是一个循环。每过一个循环，统治者就会在原有金字塔的基础上修建一个金字塔，以显示自己的地位。这是24号神庙的背面，人们站着拍照的后面是一个祭台。导游说，当初考古发掘的时候，人们以为发现了金字塔的入口，其实这个入口只是内部小金字塔的祭台，所以整个金字塔是实心的。告诉我一件事 The Yashche. Okay? Now this in English is called the cotton. 这棵树叫 Yashche， 是玛雅人心中的神圣生命之树。树枝、树干、树根分别代表了3个世界：天堂、人间和地下世界。13个树杈的分支代表天堂的13个神，7个人间神在树干，9个树根代表9个史瓦瓦的神。史瓦瓦就是玛雅人说的地下世界。这棵生命之树代表人的转世，当人死后变成树的一部分，他必须向神证明自己值得被转世，才会转世成任何一种生命，并不一定是人哦。
这棵树树干里面是空心的，玛雅人认为这是人死后的坟墓。接下来我们来到了 Chakchoban 统治阶层居住的地方。城市的统治者在台阶最多的房子里，象征着他地位最高。在这座房子前面是个广场，广场两侧住着当时的精英阶层。这些房子现在只剩下了地基，所以推测玛雅人当时用了木头这些容易腐烂的材料搭建了房子和屋顶。穿过丛林，我们路过一片布满石头的小山包，据说这片石头下面还藏着一座金字塔，但因为技术水平不够，所以暂时不能被考古发掘。在路边，我们还看到了一块难以辨认字迹的石碑。爬上这座台阶，就到了1号神庙。1号神庙是 Chakchoban 最高的神庙，有18米高。它和24号神庙在一条直线上。在春分和秋分的时候，太阳会从2个神庙的顶端升起和落下。神庙前面的平台叫 Gran Basamento， 是玛雅人举行仪式的祭台，甚至包括活人献祭。在1号神庙边上是一座稍小的金字塔，叫做容器神庙。玛雅人用它来存放仪式要用的杯子、盘子、碗等器具。Okay, careful. Mucho cuidado aquí. Hey, buddy, you're not allowed to be up there. You need to come down. 导游在这里赶走了几个擅自攀爬金字塔的游客。在导游的指引下，我们看到了这座神庙残存的一小块涂料。在当年，整个玛雅金字塔都是红色的。临走前，我们拍了拍生命之树。这个时候，游客都散去了，金字塔忽然变得很清静。我们参观完了金字塔后，逛了逛景区门口的纪念品摊位。这里卖一些以墨西哥或者玛雅文化为元素的纪念品，比如有一些彩绘瓶罐、捕梦网、彩绘面具，还有骷髅头。我们买了一个陶瓷的玛雅历，导游说2012年不是世界末日，它其实是旧循环的结束，新循环的开始。你要买几个？我们在这边又买了一个当地的椰子，5刀一个，但不是很好喝。下午我们回到了邮轮停靠的码头，这里都是过度商业化的店铺，没有什么当地特色。这里还有一个水池，养了一些火烈鸟供人参观。逛完码头后，我们就告别了 Costa Maya， 返回邮轮了。在回邮轮的路上，我们发现我们乘坐的海洋交响号旁边停靠了另一艘皇家加勒比的邮轮。今天还挺累的，我们打算美餐一顿。晚饭我们去了付费餐厅牛排馆 Chops Grill， 这是菜单。我们点了草莓冰沙，还有椰子冰沙。Appetizer 点了鸡尾酒冷虾、生吞拿鱼塔塔、白松露野菌菇汤。牛排我们分别点了顶级纽约客牛排，还有顶级肋眼牛排。我们之前买了 3 dinner package， 可以吃3顿付费餐厅，一个人$100，还有20刀小费，小费自动算在 package 里。我们最后因为吃得太饱了，所以没有要甜品。晚上我们看了花样滑冰秀，
名字是1977，讲了一个人在时间旅行中经历的冒险故事。虽然海上气温很高，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准备一件保暖的衣服，因为剧场通常都很冷。